我们做到了！天哪，我现在站在这个 Pico 山最高峰上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来到了云海之上。这是葡萄牙的最高峰，它位于亚速尔群岛的中部，同时也是北大西洋上最具象征性的自然地标。大约13万年前，地壳运动、火山喷发，炽热的岩浆冲破大西洋的平静。它一次次喷涌、冷却，又在余温未散时重新涌出，最终形成了这一座海洋之中的层状火山，一座有火焰诞生的山 ——Pico。这里的风景真的很壮观，绝了！而作为这趟亚速尔群岛的旅程，最终将以登上这一座从海底升起的山峰作为据点。它像一位沉默的巨人，守望着大西洋的风与云。登上它，仿佛是在追溯这奇妙岛屿的起点，感受这片土地从火焰到生命的脉络，也是与这片土地最真切的对话。出发前往 Pico 登山小屋时，整个岛屿的天气比较阴沉。我们预约的攀登时间为中午12点，能够选择的时间不多，一共有4个。相对而言，这并不是一个好时间，因为当天的日落时间为8点20，专业登山人员需要大约6个半小时完成的往返路线，而我们则需赶在日落前下山。到达 Pico 的小山屋后，工作人员检查了我们的登山装备，并反复提醒我们需要尽可能在天黑之前返回，因为在 Pico 这样的山上，夜里赶路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爬 Pico 山了。刚才在这个小屋里边了，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们这种芯片，就是它有一个信号，然后他们可以看到你在哪儿。这种危险的情况下，他们就会急救你。你还有一个按钮可以按一下，然后会有人来救你。如果你真的出事儿了，就是免费的。出发！这里的这些植物还挺特别的，这条路很有意思啊。小屋出来，海拔大约是1200米。这里的气候温暖并湿润，有着典型的高山灌丛带，以及亚速尔群岛特有的紫色的小杜鹃。我觉得这个路还挺陡的。上山的道路狭窄并崎岖，很多时候需要手脚并用。这个路线很有意思，能明显的看到当时的熔岩的流动的痕迹，很棒。这些凝固的熔岩像是被火山定格的河流，记录了 Pico 曾经的炽热与脉动。而我们就在这样的路上踏上征程。整个路线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我们现在就走到了1号杆，代表这个路线才刚刚开始。沿途一共有46个这样的指示牌，而第47个就矗立在我们最后的目的地。沿着主火山的山脚，还可以看到许多小型附属火山口。
主火山冷却后，剩余的地壳压力把岩浆从山体的缝隙挤出，岩浆逐渐冷却，慢慢堆成这些次生小山口。我们一路继续向前，即将进入云层之间。刚才我们在山脚下的时候，还能看到对面的岛还有海面，但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云里了，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了。刚从上面下来的一个情侣跟我们讲，我们会穿过这片云，我们会在这个云之上看到更远的风景，很期待一下。只能说这个路线真的不是初级的路线，已经算比较高级了，有一些点还是挺危险的，所以最好一定有一点徒步经历，或者是非常小心的非常慢的走，就比较安全。我们已经在云之上了，最后一段路了。来到云层之上，植物丛也就消失了。山上多是裸露的玄武岩，加上很大的风，所以高大的植物很难生长。这里更多是一些苔藓和地衣。当这些也变得稀少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。啊，这就是 Pico 山的火山口，终于到了。当你来到 Pico 火山口，脚下的岩石依然保留着曾经炙热的纹理。火山口内外都是黑色的玄武岩层，地表粗糙，布满裂隙，像是一只巨兽沉睡的脊背。而我们的目标还要再往前一步，登上1718年才喷发形成的山顶小峰。我们做到了！天哪！我现在站在这个 Pico 山最高峰上，最高点上，这还有个标志。这里的风景真的很壮观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从最下面爬到这么高的山上，看这种风景。还是有点成就感。而我们另一个挑战才刚刚开始。由于在山顶耽搁了太多时间，
下山的时间变得不再那么充裕。在下山的过程中，你看到了这个天已经慢慢在变蓝色，而我们需要尽可能在完全天黑之前下山。此时距离天黑仅有2个半小时，但同时我们也在下山过程中遇到了壮观的日落云海。现在我们已经往上走了大概1个半小时了，就要到黄金时间了，特别漂亮。这个时候在米云之上，这种感觉太美了。还能看到很远的海洋，阳光洒在水上，特别美。这个时候也迎来了大西洋上的黄金时刻。就这样，我们被仙境般的光影拖住了脚步。同时，夜色也缓缓地降临在 Pico 的山脊上。此刻，太阳已经完全落下，进入了一天中仅有20分钟的蓝调时刻。那片柔蓝的光让人留恋，但脚下的路也变得模糊。此刻的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矛盾，想停下脚步欣赏这片刻的柔蓝时光，却又隐隐感醒前方的黑暗，着急下山。很快光线彻底消失，伴随着我们的仅有 Pico 的风声。我们靠着微弱的头灯在黑暗中摸索。楼梯出现了，我们终于看到了 Pico 山小屋的灯光。我们结束了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寒冷与疲惫都被那一束温暖的光融化。我们如同风雨中盼着归港的帆船，看到久违的灯塔。哦，他还在等我们。当我们回到山小屋，迎接我们的不仅仅有工作人员，还有那一位原本约好8点半接我们的司机。而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 GPS 定位。那一刻，屋外依旧是风声呼啸，屋里却充满了大家的笑声。No, you stay here all night. You stay home. You not yet check out. 这一趟旅行，我们经过风暴、云海与落日，也经历过黑暗与寒冷，可却让人难忘的，却不是山的高，
也不是景的壮，而是那些时刻在传递温暖的人，以及旅途中充满笑容的人。相比自然的壮丽和辽阔，人们的温暖才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最大的动力。